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很特别哦，是人生要迈入高光时刻的朋友才会看到的影片。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组，我们要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看一下接下来的解说是不是属于你们呢？好，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进入到验证牌，看一下你们过去以及之前的一个状态哦。首先呢，哇，我们的第一张牌是宝剑2，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这张牌显现出来哦，你们面前其实是有路的，可是你们好像看不到这个路，你们的眼睛被蒙起来，可能你很累，所以你没有力气再去看到底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身处的这个地方啊，这些资讯啊，没有办法让你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从宇宙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们前方是有路的。那此外呢，这张牌连接到的能量是，我觉得你们心里可能有卡着一件事情，卡很久了，就是让你烦恼很久很久了。那你的人生啊，有一个地方可能让你觉得进退两难，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解决。它可能是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份工作，也有可能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你明明过得很压抑，但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该跟某一个群体、某一个人怎么样子的协商，怎么样子去谈判。所以这组朋友啊，你们有一点好像心很累到你就只想要逃避，或者有时候就想要关机，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累到你告诉自己说，哎，你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应付眼前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呢，你们可能就会去先放下，或者说等待。你觉得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可能你就只能等。那就外人看起来，也许你们还是很冷静的，可是就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可能会想说，有些地方啊，其实你有一种慢慢的就是麻木的感觉，或者是说无奈就是这样，或是有一些朋友是慢慢的心冷的感觉哦。那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接下来啊，它会帮助你拿开现在遮挡在你眼前的这个红布条哦。你们的灵魂要升级了，你们已经不再适合过以前那种压抑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啊，宝剑2它是一个验证的能量，但同时啊，它也代表着你们接下来即将会有转变发生在你们身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圣杯5，圣杯5哇，这张牌一翻开，其实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心酸酸的，就是延续前面的宝剑2的能量啊，你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感，很累，很失望，你可能对一个人真的失望了，真心对待，最后却换来冷淡、忽略、背叛，或是你觉得不珍惜，他不知道你对他的用心，对他的付出。好，这可能是一段感情，或者是你对孩子的一个怎么说呢，用心，或是你对家人的一个用心。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对生活觉得很失望，好像是明明一直撑着，一直努力，却感觉日子没有好转，然后有一个必须要自己独自去面对一切的感觉。有些朋友啊，我觉得最深的是一种我对我自己失望了，觉得说我在这个年纪为什么卡在这里，为什么感觉别人都在往前走，但我好像还找不到方向，我好像还停留在原地。其实呢，你们还是照常的生活，你可能不会把这些心里话说出去，但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一点像是千疮百孔的能量。这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不想要去笑，而是你真的太累了，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笑，你们没有力气，可能就像这个人一样，只能够趴在桌上。好，那圣杯5在这里啊，它不代表的是坏事哦，因为失望真正的作用是让你清醒。比如说某一段关系啊，它明明是一段有毒的关系，可是如果这个人他一直给你一些甜头的话，你就会好像没有办法心软，你就走不了。或者说如果这个生活你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像勉勉强强我是可以过的，你可能就会继续这样过，你可能就不会痛下决心要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的人事物让你痛的话，你可能不会想要离开，想要去找其他的方法。所以宇宙允许这些失望发生，它不是为了要毁掉你，而是为了要让你从错的位置中出来。你现在觉得很多碎掉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很稳定。好，这两张牌的能量其实是比较沉重的，所以你们的心里可能有一些委屈、恐惧、执着，或是旧的一个伤口。现在的能量好像是你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了，你受够了，你看清了，你们下定决心要结束，愿意去结束那些你真的不想要的，或是最拖累你人生的部分。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人生啊，真的要开始换剧本，要进入到一个命运的转向期，你要从旧的剧本切换到新的剧本了。好，那如果你觉得以上呢是属于你们的能量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哦。看一下这个被压抑很久的能量，接下来会在哪一个领域先爆发，会在哪一个领域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回转哦。好，我们继续看下去。14号牌，
13号牌代表的是一个节制跟耐心哦。我看见你们熬过最深的痛苦之后，长出了翅膀。好，这张牌啊，代表的是一种极致的耐心跟神圣的等待。你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宝剑2圣杯5，现在这张牌啊是宇宙给你们的第一份礼物。好，画面中啊，我们看见这个长着翅膀的天使站在海边哦，代表说，其实你们之前的那些孤独、那些委屈，或是那一些想放弃的时刻啊，它其实都在为你的灵魂去进行一场炼金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其实你的等待并不是空等，而是在蓄积你的力量。就像毛毛虫在茧里面挣扎，它不单单是为了受苦，它是为了之后变成蝴蝶，破茧而出，拥有美丽的一个翅膀。而你们呢，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样子的试炼，你们不再只是那个在岸边徘徊的人，你们已经长出了丰厚的羽翼，可以飞越那个你觉得很痛苦的苦海。也就是说啊，你们过去并没有在虚度光阴哦，宇宙正在帮你们对齐那个真的接得住大家的一个高光的时刻。所以呢，最深层的耐心即将迎来一个最华丽的转身，而你们的翅膀已经长好了。来看到下面的牌，哇，这张牌很棒哦，它是一个绝对的爆发力，权杖的手牌。我们烧掉过去，我们燃一把火烧掉过去，现在啊是你们的主场，也就是说这一把火是点燃你们人生新篇章的第一把火，它是代表着绝对的爆发力，是一个从0到1的质变。大家看一下这只手它握这个权杖握得很紧，在烈焰中紧紧握住权杖，这就是你们的手哦，充满了力量感，代表说其实接下来的高光时刻并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你主动夺回人生的主导权。宝剑2之前呢，可能让你不敢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看不清楚路。圣杯5让你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呢，在权杖1的能量中，你会感觉到哇，心中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野心跟冲劲哦，有一股冲劲。你们会突然的清醒，突然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啊，你会用一种哇万马奔腾，谁也拦不住你的一个冲劲跟姿态，去完成、去实现、去冲向你的目标哦。所以其实我看到之前所有的压抑都是为了这一刻的爆发。这个权杖啊一下去，旧的世界就会碎掉，你们的新的王国会升起。所以请不要再低头看那些旧的碎片，抬起头看一下，火把已经递到你的手上了。这一次啊，你们就要自己做主，自己发光。所以呢，这张牌帮你们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等级，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很容易心想事成的显化期，只要你想就能够成真。所以这两张牌看起来啊，其实从等待到掌控，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完美的逆袭的剧本。首先呢，前面这张牌告诉你们说，你们翅膀长好了，你的心也准备好了，接下来翻转马上就到。好，那你们之前呢，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痛，或是为什么这么累呢？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前面这样子的磨练，现在呢，你可能手的力量根本就握不住这一根威力很巨大的权杖。所以宇宙啊，是让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哦，让大家学习冷静跟慈悲，最后再给你们权力跟热情。而且啊，很强烈的一个讯号是，你们即将进入的这个高光时刻，它是具备永恒性的，它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运气，是你们修炼出来的成果。你们曾经所受过的伤都会变成你权杖上的宝石。而且大家很棒的是，你们不需要再等谁来救你，因为你就是自己的英雄，你就是自己的女王哦。这个高光时刻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舞台，而是你用泪水、用汗水亲手搭建出来的一个王座。好，那我们能量校准之后呢，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这张牌是这个鹅跟尤加利哦。好，这边讲的是结束。
结束是为什么呢？结束是为了光，它写 an ending， 一个结束哦。这个结束啊，它是一个死亡跟转生的能量，它也是一个灵魂的排毒仪式。大家看一下这只鹅，它正在张开它的翅膀，那它周围环绕的这个尤加利叶啊，它其实是一个具有强大净化能量的植物。所以宇宙在做什么？宇宙正在帮你做一件你可能之前狠不下心做的事情，强制的帮你结束一段已经腐烂的关系，一个已经枯萎的环境，一个必须要结束的人事物。所以呢，如果你接下来感到某些事情正在崩解，某些人正在离去，请你们不要伸手去抓，因为飞儿扑向光明之前，他需要先离开那个他待了很久的一个阴暗的角落。而现在啊，尤加利叶这个很清冷、很锐利的香气，正在提醒大家，我们必须要先彻底的清空你们的灵魂，才有空间呼吸。好，所以这张牌啊，它是高光里面的第一道曙光。接下来啊，在13天到15天内，大家可能会对某一件执着很久的事情感到断念放下了。那你们的高光时刻会在你彻底的清空旧的能量之后的下一个新月的前后开始显化。当大家不再回头看那些烧掉的灰烬的时候，光就会瞬间的充满你。然后这张牌也要跟大家说，其实这场结束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你毕业了，所以旧的考卷已经收走了，你并不需要再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事物去补考，你也不需要去哀掉那些正在离开你的东西哦，因为那个是命运在帮你修剪枝叶，让你在接下来的季节可以开出最美的花。你以为是失去，其实是一种解脱，因为你不用再为了成全别人的圆满去撕裂你自己的灵魂。那还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这张牌也带着某一种思念的能量哦，就是有些朋友好像跟你告别的，跟你就是说再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或事情，是一个你曾经很珍惜或是连结很深的，但是因为时空环境转变，你们不得不放手的人，或是一段关系，或是一个连结。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如果呢你们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请好好把这份珍惜放在你的心中，因为你所连结的这个人事物啊，它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回应你。无论你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在用实体的言语对话，这个人呢，他都在某个地方用某一种他的方式去默默的希望你们可以过得更加的好。好，接下来再看一下马跟蓝铃花哦。好，这张牌啊，其实是宇宙想送给大家的一个拥抱哦。你们不需要再充满这种很尖锐的一个防卫，你们不需要再让自己的身上充满刺。我看见你们接下来会展现像马一样的能量，充满灵性，而且你有一个强大的负载的一个负载力。那马它代表的是力量，铃兰花呢代表的是永恒的谦逊跟感谢。也就是说啊，我觉得接下来大家有一种底气十足的从容感。你们经历过宝剑2的迷惘、圣杯5的失望，这些苦难都没有把你打倒，反而啊，就像磨砂纸一样，把你磨练成一个圆润而且很坚硬的钻石。现在的你们拥有王者的耐力，可是同时你也保有一颗最温柔的心。我看见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种真正的强大，这个强大并不是大声的喧哗，而是像你们现在这样，你们即使看透了这个世间的冷漠跟荒凉，你的内心依然保有一片温柔。你们也练就了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定力。接下来的时刻你会走得很稳，而且谁也夺不走你内心的安定。现在呢，宇宙
要让你用这样子的力量精准的去奔向属于你的一个王位。那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也有一个踏实的往前走的能量哦，你们会持续的去朝你的目标踏实稳定的一个前进。好，那这张牌还有连接到什么样的讯息呢？它有一种对于某部分的朋友来说啊，它有一种大器晚成的能量哦，就是可能你们的成功啊是来的比较晚的，或者是说你们的爆发时期啊是在中年或是晚年。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无论你对应到的是什么一种情况哦，接下来呢，你们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异常的稳定。以前呢会让你生气抓狂的事情，现在你都能够淡然处之，因为它是马的能量。而且啊，马它接下来要承接的是巨大的财富跟责任，所以呢，你们的高光时刻会出现在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晋升，或是某一个长期计划的收成。好，那这边呢49，好，49，4加9等于13，它再次呼应了转变，也就是说你们的高光时刻呢，最快在未来的4到9周内，你就会感受到哇，有一个像骏马奔腾一般的推力，这股力量啊，会带领你从一个可能无人知晓的状态，默默无闻的状态，直接冲向万众瞩目，直接冲向舞台。你们并不需要去抢，时机到了，你就会发现，你自然而然的就站在领先的位置上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水濑跟香蒲。好，这张牌啊是宇宙给大家的终极奖赏哦，你们会到达一个令人向往的终点，也就是真正的灵魂上的一个平安哦。因为过去长久以来，你可能都在抗争，为了生活抗争，为了自尊去防御，为了爱而妥协。但是这张牌的能量啊，我看见你们进入到顺流的模式，你会发现环境开始对你有利，开始配合你。合适的人自动会出现，钱财呢会以你最舒服的方式流向你。这种内心深处的平安感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高光。那具体对应到的情况其实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同，每一个人就是大家都可以赚到钱，赢得这个平安，可是路径呢，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有些人会走完全不一样、相反的一个方向，可是你们最终都能够到达你们想去的终点，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学习方式以及适合走的道路本来就不同。好，那对于这组朋友来说啊，你们赢得的不是一场短暂的胜利而已，而是一种余生往后余生都能够存在的一种雍容感跟自在感，从从容容的自在。好，当你学会像水濑一样放下控制，顺应生命之流，整个宇宙都会成为你的推手，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且啊，你们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并不是刻意的费劲或是费力，但却被完成了，却被签成了。比如说你随手投的这个履历被录取，或者是说你买的这个标的翻倍，或是某一个你不再强求的人主动的回头跟你求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有一点懒洋洋的，或是有一点不想动，但是为什么外在环境自然而然就很顺遂呢？因为你们的高光已经开启。然后这边呢是牌号39，未来啊3到9个月内，你们会达到人生的新巅峰。有些朋友你们对应到的时节可能是春末夏初，或是季节要变暖转暖的这个时节哦。你会发现啊，你已经拥有你之前曾经超级渴望的财富、富足的生活，还有你渴望的平安。所以这3张牌串联起来，它就是一个优雅的逆袭哦。你们的高光是必然的结果，从而它舍弃某一种执着的能量，到马它可以承接力量跟财富，最后水濑懒洋洋的享受这一切。宇宙要给你这份大礼，让你从一个可能每天内耗或者随时处于备战状况的
就自我彻底的解放，你会发现，接下来过的生活是不需要再这么紧张跟害怕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哦。下一张牌是这个猫咪的神谕卡 Color， 这张牌是色彩哦，哇，这个是能量的觉醒哦，彩色的能量。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有2只猫背对着背，它们的身上都长出像孔雀一般这个绚烂的羽毛哦，哇哦，好。这张牌啊，代表说，其实，过去屏蔽你们的这种能量的一些屏障啊，正在瓦解。你们要表现出你们的灵魂本色了。这个孔雀的羽毛，它代表的是荣耀，还有被神眷顾的一个目光哦。以前的你啊，可能觉得啊，在公司、在家庭、在朋友圈中，明明很努力、很有贡献，可是好像就是容易被忽略，或是功劳容易被抢走，或是在感情中啊，容易就是被其他更有竞争对象的这个对手给抢走你想要的这个人，或是呢你自己的一些功劳被别人抢走等等的，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 Color 这张牌出现啊，代表说你们的磁场正在变成一个发射的磁场，你们会迎来你想要的地位跟魅力。你可能会发现哦，以前呢看不起你的人，或是随意左右你的情绪的人，突然间开始对你很客气。你们可能还是那个你说出来的话还是同样的话，但是听的人变多了，粉丝变多了，追随的人变多了，这个就是你们地位翻转的前兆。而且啊，在座朋友，你可能会开始想要去把自己的外表打理的更加的精致，或是说在某一个地方去提升，或是想要去学一项以前不敢尝试的技能，这些啊都是宇宙在为大家打光。那你们的高光啊，并不是去祈求而来的，是你找回你的灵魂本色。也就是说，这个孔雀羽毛，这个色彩缤纷的能量，本来就是你存在于你灵魂的一个颜色。我们现在只是把能量屏障的这一股墙拿掉，让你原原本本充满色彩、漂漂亮亮的你们可以展现出来，聚光灯会打在你身上。好，下一张牌，秋天 Autumn。 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哇，这个是迟来的正义要实现了。这张牌啊，它是充满温度的秋天，它也是一张让人觉得很感动或者想要落泪的牌哦。白色的猫咪啊，穿梭在这个红色的、金色的这个枫叶当中啊，哇，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能量哦。在自然的季节规律中啊，秋天并不是拼命播种、流汗耕耘的季节哦。秋天它是什么？它是收到结果跟回报的季节。所以宇宙想要跟你说，你们以前吃过的每一分苦，流过的每一滴汗，每一滴眼泪，宇宙都有记账，现在一切都要回报给你们。枫叶的红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成熟的生命力，同时也对应到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的丰盛。所以这张牌直接连接到大家最想改善的一个现实的层面呢。如果你过去为钱所困，或是一直想要达成某一个就是财务目标的话，这张牌啊预示着你们将会有一个理想的收获。你之前的累积终于达到那个爆发点，或是某一个酝酿很久的计划可以变现了，或是呢你觉得要不回来的钱突然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那还有这个能量也代表了家庭的一个圆满哦。你心中最挂心的那个家庭的问题啊，比如说呢，可能是家人的健康，或是小孩的学业，或是谁的一个情绪的问题，这些都会迎来一个成熟的转机。你们会遇到一个比如说很关键的导师，或者是说你身边的人突然开窍，
让你可以从某一种焦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高光时刻，它不单是你的心情很好，是从你的银行账户、你的这个生活品质，还有你最在意的那个人事物，都开始往你理想的方式去移动。好，这些啊都是命运所想要还给你的，因为你们之前熬过的寒冬真的很久很久，所以现在整个秋天的果实都是属于大家的。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Mystery， 好，这张牌是神秘，这张牌哇，充满魔力的牌哦。这是宇宙给大家一个很震撼的伏笔。大家看一下，这只猫头鹰站在这个树枝上，背景啊是月光下的森林哦。这张牌揭示了一个真相哦，有些胜利啊，它其实是在最安静的时候、最深的夜里面发生的。猫头鹰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看穿假象的智慧。好，这组朋友，如果你曾经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很乱，或是有人离开，什么东西我留不住，或是计划受阻等等等的，觉得自己好像输了，为什么别人什么都不做就拥有这么多，为什么那么幸运呢？好，为什么他可能就是娶对人嫁对人，整个人生就翻盘了等等。但是这张牌啊，看一下猫头鹰的眼睛，它正在告诉你宇宙正在帮你清场，你可以看透一切的假象。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啊，某一些对你不利的因素正在挪开。比如说呢，你在某一场竞争中，你不需要去跟别人争得头破血流，你已经在被就是放到那个会胜利的一个位置。同时啊，可能你们会拥有一个贵人的这个秘密帮助，或是秘密的指引。某一个人在比如说最关键的这个夜晚，或是某一个神秘的巧合会帮助你，会拉你一把。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我觉得它充满了很魔幻的力量，代表说有很多你可能意想不到，可能不是你过去会出现在你身边中的这些好运啊、神迹啊，都要实现了。你们会在月光的见证下优雅的站上巅峰，所以宇宙正在帮大家布一个很大的局哦。现在的这一切沉默啊，都是为了让最后那一声胜利的号角可以响起。宇宙已经跟大家的这个人生翻盘做了一个保证，你们会找回属于你们的光辉跟价值，所以现实世界也会开始为你准备最丰盛的一个收成。而你所有隐形的阻碍都在这个神秘力量的运作下被扫除殆尽，这个是你们灵魂蜕变之后的必然的结果。其实高光时刻啊，并不是你刻意的去找寻，而是你们本身就成为那一道光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真是辛苦了。从接下来开始，你们会赢，而且你们会赢得很漂亮。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呢你也想给自己一个礼物，或是给自己一个可能性或机会的话，真的欢迎去看看这门课程，欢迎加入一起学习。好，下次影片见哦，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高光时刻会有哪些礼物，哪些幸运要降临哦，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什么样子的时间点会来到你们身上。首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态哦。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圣杯4，两张圣杯牌，还有圣杯8。首先呢，我们看到哇，满满的金币，一出场就是满满的金币。可是这个男生呢，他在陷入一个沉思的状态。第二组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们本身的底子就不差，有些朋友可能你颜值很高，或者说你的专业能力很强，或者是你一路以来啊，这个生活底蕴其实很丰厚的。我觉得你们并不像是那一种
在泥泞中挣扎急着脱困的人。我讲的是一个相对值，它是一个比较值。可能你会觉得我人生也是有一些挫折，有一些迷惘，可是我觉得你们跟大多数的人比起来，你们其实要么就是拥有自己的专业，或者是说本身你的这个家庭是会帮助你的，你本身的成长环境是衣食无缺的，不用这么好像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一个感觉。那你们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羡慕的某一种稳定资源，甚至一个还不错的环境。但是呢，为什么还点到这支影片呢？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有一种饱和感，你的人生想要从好跨越到卓越与自由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可能你很习惯现在的生活，所以你也不觉得它是一种好，但是也许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你们已经还不错了，但可能就你来讲，你的这个同温层也许大家都过得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你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还想要再往下一个阶段迈进。那我觉得大家你们接下来要连结的迎来这个高光时刻，很可能跟灵魂的彻底绽放有关。我们先看一下圣杯四圣杯四这个人他陷入的一种沉思的状态，他其实烦恼的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一种优渥的沉思。可能是我资源这么丰富，我要怎么进行一个调配运用，或者是在钱滚钱，或是我要怎么规划一个传承的这样子的想法，要怎么样子去分配。我觉得你们其实过得还不差，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其实是会被这个周遭的人很喜爱你们，也许你们是情场的常胜军，也许呢家里是很器重或是喜爱你这个孩子的，那或者是你是被生活所宠爱的，那你们身边呢其实也不缺机会，有人会赏识你，有人想要跟你合作，那也有人关心你们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你可能会想说我的人生难道就只是这样吗？甚至是对于现在的生活这样子还不错的状态有一种微微的倦怠感。那等于说其实普通的幸福已经填不满你的格局了。可能别人得到你们这个状态是觉得哇很不错，可是对你来说你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一个蜕变。好，我觉得你们的这种不满足是一种你高贵的特征。平凡的人他们可能只是追求有，但是第二组朋友你们追求的是一个精致。就像这张牌中在丰盛宴席旁边的这个男子，他并不是嫌弃说他拥有了这些很美食佳肴还有这些金币。我觉得他在聆听的是他内心的渴望。你们的这种倦怠是因为你的能量层级其实已经超越了现在的环境，有点像是已经穿惯名牌的人，对了他来说名牌不是一个什么奢侈品，可能就是他平常日常在用的东西。所以呢，你们现在进入了这个高光时刻，就是我觉得你们想要追求的是灵魂的自由跟灵魂的一个质感。接下来呢，我看到的是圣杯八。圣杯八这张牌非常的美，它验证了大家要进入这个高光时刻前的一个关键的动作，也就是说主动的去选择。好，圣杯八代表什么？在这个毯子上有8个很漂亮的圣杯排列非常整齐，代表说你的过去其实你经营的很好，累积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很有趣的是，你们选择骑上骆驼，朝着更高的远方，更远的远方走去，想要去看不一样的天空。也就是说，你们的高光时刻并不是被动等待，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你们会有主动意识的去转身，做一些选择，不再执着守着现况或是守着现有的这个环境。你们开始追求可能是某一个更有层次或是更有精神共鸣的生活，或是你更理想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也就是说，你们虽然拥有这一切，但是你们并不被这一切束缚。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追寻自由的一个灵魂。好，当别人在为
生存奔波的时候，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真的非常有福报，你们可能会去思考有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或是说你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我觉得你的文字、你的谈吐、你的气质其实都带着一种经过洗练后的一个优雅，也就是说呢，你们将不再将就于现况，你会带着过去所累积的一切，包含你的智慧、你的财富，勇敢的前往你的心之所向的那个目的地。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宇宙都会为你开路。我看到的是，你们并不是在逃避，而是在扩张你的领土，扩张你的意识。所以呢，我觉得圣杯八其实是在大家生命里做一个显化，你们在显化一个更广阔的远方跟未来。你们是在成功之后选择转身，而不是在失败之后落荒而逃。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组朋友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你们拥有那个暂时离开现况的一个勇气跟底气，因为你们已经证明你有能力过上好日子，所以呢，对现在的你来说，你有资格去追求一些可能更形而上的、更虚无缥缈的，甚至是更至高无上的梦想。我觉得你的高光时刻，它绝对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你们可能会去开创一下全新的事业，去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生活，或者是彻底改变你的社交圈。这是一个汰旧换新的能量接下来我看到你们会发现身边的资源开始重新的整合，过去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累积跟经验或是安定，都会转化成支持你往上跳跃的一个踏板。你们即将来的高光并不是某一种这种一闪而逝短暂的闪光灯，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掌控感。你能够自己去定义自己幸福的一个标准，所以你们是接下来你们是带着智慧跟勇气去开创新的生命版图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重要的解牌环节。如果刚刚呢有对应到你的状况的话，我们赶快听下去很有福报的第二组。接下来我们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好，宝剑四。好，我们迎来了宝剑四画面中有一个人他在很舒服的这个床安静的入睡。对于第二组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前进就是不断的往前奔跑不断的去做一些什么，可是这张牌就告诉我们说，第二组的朋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进行的是什么？我们会进行的是沉潜。接下来这段时间安静比忙碌更具有生产力。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会进入一道休息的时光。这段时光请不要焦虑，这个不是低潮，而是大家能量的一个汇集期。所以呢，这一段时光很重要你们可能会去清理那些过时的认知体系，或者是说那些拖累你脚步的一些人际的杂讯。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整个一次性的系统的升级你们呢可能最近已经在梦境中，在冥想中，或是在独处的环境中去下载下一个阶段的人生蓝图。也就是说，你们的能量正在从向外转变成向内去聚拢。你们不再为了别人的一些琐事，或者是说因为被别人的影响而生气，这个情绪起伏，也不再为了这个环境而很伤神。这个时候的暂停其实是替大家养精蓄锐。当大家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不同。你们会有一种非常笃定，还有一切都想明白的清透感跟清晰感。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很棒我们来到了太阳牌。哇，太阳牌代表什么？代表绝对的主场大家第二组的朋友你的名字即将发光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牌也是塔罗牌中最纯粹、能量最强大的一个成功的象征我们经历了宝剑四静谧的沉睡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到这张光芒万丈，然后非常
旋转的这个好像在旋转跳跃的金色的能量哦，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高光时刻，在这个阶段啊，你们会是全场的唯一焦点，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好运哦，因为你们的能量层级啊已经提升到可以去照耀别人、帮助别人、庇护别人的一个地步哦。你看一下太阳牌下方啊，有2个纯真的孩子，他们正在玩耍，代表说你们接下来创造的成功啊，它会有一种纯粹的快乐。你们不是为了生存而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去奋战，而是你是为了创造、为了快乐去做这件事情哦。在事业上，大家你们的才华会得到全方位的认可，你的决策会带领团队或是家庭走向光明的时刻，就像太阳引领万物生长。那我觉得在你的内在，在你的心灵上，你会找回失落已久的热情，那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状态，会让你吸引更多的贵人跟资源向你靠拢。同时啊，你们本身也会成为别人的贵人哦。你们不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因为太阳从来不会为谁去调整光芒。大家你们只需要专注属于自己的灿烂。所以啊，第2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会从一个安静的观察者的状态转变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创造者。你的出现啊，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来说都是一个欢欣鼓舞的存在。好，所以在宝剑4的时候啊，这个安静并不是无声哦，而是绽放之前的一个静默。我看见啊，你们敢于从某一种稳定跟优渥的状态走向自由。你们的高光时刻是能够最纯真的去展现真实快乐的你自己。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上面的塔罗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什么？哇，这张牌是海狸跟这个白桦树哦，神谕卡。这张牌的出现啊，我觉得点出了大家接下来高光时刻的一个厚度。海狸呢，它是自然界的一个建筑师哦，他会去经营自己的一个家园哦。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即将迎来这个高光时刻啊，它本身是建立在一个极其稳固的基础上哦。比如说呢，如果你过去啊在职场上兢兢业业了很久，或者说你在家庭、你在投资上已经布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会是那个结构完成的时刻。你会发现哦，原本你以为只是一般技能的东西，在接下来的环境会突然变成核心的竞争力。过去啊，那些默默累积的经验、人脉、投资或是能力，现在都会开始替你说话，来帮助你。所以第2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哦，那些你曾经熬过的夜、忍过的委屈、学过的能力，还有存下的所有的金钱跟资源，现在都会转化成你变成未来的一个底气哦。而且这种高光啊，它并不是昙花一现，它是一种阶级的跳跃，就是你已经往上升了一个层级哦。你会开始意识到，其实你们拥有的这一切已经足够大去支撑你建构一个更宏大的一个梦想。所以你们并不是那个修补房子的人，你们是设计宫殿的人。你们会去创造，在这个人群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创造出一点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东西。你们也会散发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而且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难以被其他人撼动，因为你们的根基已经跟大地所相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野兔跟橡树哦。这一张牌其实跟海狸前面那个牌是一个完美的对比哦，因为海狸它代表的是守城，那野兔代表的是往外跳跃，也就是说你们即将会遇到一个跨维度的机会。它并不是那种路边随处可见的小机会，并不是那种我中奖中个几千块，它呢是一个要是我们中奖就是巨大的足以改变你跟你家人一生的一个这种金钱的数字。好，你们呢会拥有的是一个大的项目、大的金额、大的合约，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你声名大噪的舞台哦。你们呢就会像野兔一样，感官变得非常的敏锐，因为大家能够精准的捕捉到那个
转瞬即逝的窗口和机会，而且很多人会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机会，因为他没有智慧去辨别机会就在我这边，或者机会出现了，但是我不敢，我犹豫，因为他们不敢去掌握，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支撑他们做一个对的决定。但是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因为你们经历了前面的累积沉淀跟准备，你们会在那一秒钟展现出一个惊人的爆发力，还有很准确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你下的这个决定未来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啊，你们绝对能够抓住，那就外人看起来，哇，你怎么那么好运，一次就跳跃这么多阶哦，是不是一个突然的幸运的降临呢？其实别人看起来是哇突然的爆发，可是对你们来说这不是突然，因为你们前面已经准备了很久，你们会跳出原有的圈子，直接的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新的圈层，新的赛道。在那边呢，你们不是配角，你们是这个创造者，你们是破局者，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开始过上以前梦想中的梦幻的生活。好，下一张牌啊，是好优雅的一张牌，蜻蜓跟三色堇哦。这一张牌啊是非常完美，然后聚焦的一个能量哦。蜻蜓它在水中出生，但是它在空中飞翔闪耀，所以它呢有一种跨越维度的穿梭。也就是说，这组朋友啊，你们的高光时刻不是在事业财富的达成的完成的累积而已哦，你们更是一种生活艺术的体现。你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可以处理你现在在处理的这些事业，你的事物，同时你又能够保持心灵的纯真跟平静。也就是说，你们在物质上极其丰盛，但是又不被这个物质所累。你们精神上像蜻蜓的羽翼一般很轻盈。你们最后追求的并不是喧嚣，并不是热闹，而是稳定、自由跟心安。也就是说，你们接下来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值不值得被爱，有没有被看见，能不能被尊重，因为你终于明白这一切你本来就值得。那三色堇它象征着思考跟爱，也就是说你们的高光时刻会为你们带来很好的一个人际认同跟自我达成感哦。你会发现哦，你做这些事情并不是想要去给谁看或是让谁后悔，而是因为你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你们不费力就能够赢。你们的气场很稳定，这种稳定的气场跟平衡感会让你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能够去拥有像太阳一样影响别人的这种影响力，同时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在平静。所以它是一种大智若愚、大成若缺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哦。你们的高光啊，就是你们终于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那在感情上这边也有一个提醒，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当你自己稳定了，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来了。你们不需要再追着谁跑，也不需要再委屈自己去迎合谁。当你自己闪耀了，爱自己了，对的人自然而然会靠近，他是被你们所吸引而来的。好，这场爆发是过去好几年来累积的利息，这一场跳跃啊，是你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渴望。所以我看见你们一开花的时候，绝对会开得比别人更加的盛大，而且你们就像太阳一样，太阳升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假装看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非常可爱的猫咪的神谕卡哦。继续看一下宇宙要给大家的讯息哦。我们接下来看到是冬天之猫这张牌，很可爱耶。好，这张牌啊，有一只非常漂亮水灵的小猫咪哦，它站在这个松果之上哦，然后身边呢有这个雪花。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在冬季仍然闪闪发光哦。我觉得你们会守护，在冰层之下守护那个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火种。
你们出现的时候啊，带着一种很沉稳、不急躁的一种气质跟气度，而且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美感。你们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啊，用你的美感跟这些天赋，去把你的生活环境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或者说你们呢会在这个艺术、打扮、演戏、戏剧等等的这种领域，文学、音乐发光发热，或者是说找到属于自己的热情哦。有的朋友啊，你们会去钻研某一种可能也许是灵性，或者是有关于生命、人生哲理的一个探讨，或是宗教的一个知识哦。我觉得你们有一种晶莹剔透，经过寒霜打磨之后晶莹剔透的美感，有一种看透世事的一个能量哦。你们是在寒冬中越冷你就越美越发光的灵魂。好，哇，接下来看到的是在贝壳中沉睡的小猫咪哦，它代表的是一个深海的能量孵化。画面中这只猫咪啊，它蜷缩在深海的贝壳跟珍珠当中哦，代表说其实啊，你们的高光时刻是来自于你们完成了一次灵魂的孵化。贝壳呢，象征着绝对的保护，还有属于你们自己的隐私，你的私领域。你会跟你的伴侣、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你的长辈啊、父母亲等等，共度非常美好的时光。对你来说啊，这些时光啊、旅行啊、在一起做事情啊、出游啊，或是共同生活，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你们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在私领域中，你们会拥有非常多一颗一颗像珍珠光泽一般的这个宝贵的一个回忆哦，而且呢，你们本身呢也有一种温润的一个珍珠的光泽，也就是说你们成功，但是你们成功的并不会让人讨厌、高调或是刺眼。你的成功呢，反而是众望所归哦。你的存在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而且是一种尊贵的呈现。你们的价值自然而然会吸引到事或人来到你的身边。所以这组朋友看见在私领域中，在你的这个家庭生活中，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中，你们也拥有绝对的静谧跟美好的时光哦。好，最后一张牌 Fortitude， 这张牌是这个很坚韧的这个能量哦。这张牌啊是一个王者的能量，它是真正的王者，它能够站在风暴的顶端哦。这张牌非常的震撼人心，作为结尾哦。好，一只长着独角的灵兽啊，它在一个峭壁之上，背后啊是电闪雷鸣。也就是说，当大家力量全面开启的时候，可能也会伴随着带来一些环境的剧烈的波动。可是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啊，你们的眼神充满了绝对的冷静跟坚韧。你们并不害怕挑战，相反的，你知道在这个挑战中，你不仅能够存活下来，你还有非常多的力量余裕，你可以从容的去帮助别人。所以呢，也许对大家来说啊，危机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对你们来说，危机就是转机，是你们跳得更高以及成长得更快速的一个时期哦。我看见你们现在呢，依然有一颗柔软的心，但是这颗柔软心外面是有盔甲，可以去保护你的灵魂。那这个独角兽清醒的能量能够帮助大家看穿虚幻，用你的灵性跟直觉精准的去把握时机，并且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后啊，你们拥有绝对的一个定力哦，即使身后电闪雷鸣，大家依然能够在这个巅峰站得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艳的能量啊！我看见你们内在的力量是不可以被撼动的。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仔细看一下，
我们需要在寒冬中去守护你们最珍贵、最核心的资产。那对应到前面的一个宝剑四，我们在沉潜的时期，它也是一个生根的时期哦。这一段时间呢，适合学习、复盘，还有重新建构大家的专业底层的逻辑。那接下来，我觉得大约到了春季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关键的爆发点，你会在春天看到一个具体的能够让你起跳的新机会。有些朋友在听牌的时候啊，春天可能已经过去了，就是实体节气的春天已经过去了，但是请不要担心哦。因为在塔罗的能量世界中啊，春天它代表的是一个万物苏醒的一个状态，它并不单单指的是月历上的某一个月份。那所以啊，这组朋友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当你进到这个深度休耕之后啊，3到6个月，当你从那个极度安静的冬季结束之后起算3到6个月，就是野兔能量要跳跃、要转化、要爆发的一个时间点哦。你们可能会突然感受到一个坐不住的冲动，这个是大家能量孵化完成的讯号。接下来呀，大家可能会有这种地理位置的变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哦。最近一次的地理位置的变动，它包含什么？它除了旅行、出国、搬家之外呢，也可能是比如说你换一个办公的空间，或者是家中的大扫除、重新布置等等的。好，在这个地理位置变动，这个你生命中的一个关键移动后的100天，因为它对应到圣杯8的移动的能量，这个移动或是在某一个你心灵上的一个断舍离，你比如说跟某一段关系结束，或者是说跟某一个职场职位告别之后呢，100天，这个断舍离之后的100天，你们的高光事件会不断的涌现。这种涌现啊，它是接踵而来的，就是很像是你推倒了第一块骨牌之后，后续所有的骨牌会一连串倒下，就像太阳的能量会随之亮起。好，那接下来啊，所有的能量汇集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过去的布局结构已经逐渐稳定了。你们即将从一个筑墙盖城堡的人变成去享受城堡的人。过去你可能是在设计你的城堡，现在你就是住在城堡，享受这美好的一切。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不论你们听到这个影片是什么时候，只要你心中你内在的坚韧觉醒，那一刻啊，就代表高光时刻真正的实现了，迎来你们的人生的美好。那以上啊，就是属于第2组朋友们的解牌咯，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加入一起学习了。那如果你也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可能性的话，真的很欢迎加入这门课。那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先看一下课程的页面跟介绍，有问题也可以再询问我。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3组的朋友们看一下属于你们的高光时刻。好，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来看一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的对应，看有没有选到正确的一个牌组哦。首先呢，我们看到的2张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比。金币7跟宝剑7，这个在说什么呢？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通常是那种在团体里面默默的做事，然后不是很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你们可能有一点社交洁癖或是良心洁癖的人。你们对待生活啊，有一种很朴实的坚持哦。你们相信1分耕耘1分收获。那对于你来说啊，你可能觉得这几年啊，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投机取巧，走一些捷径，或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然后去得到他们很巨大的一个回报或是利益。那对你来说啊，你可能会觉得好，你看到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你觉得
这个东西不适合你，要你去做，你好像会良心不安，或是觉得怪怪的。那这种投机取巧的聪明对你来说呢，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羡慕，或是说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呢，你们不会想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或是你自己觉得那条路不是适合你的，你们相反的比较像是，好，你会守着自己的一片天地，守着自己的小菜园、小果园，然后去看你的果实成长。这些果实虽然长得慢，但是你每吃下去的一口都是心安理得的。也就是说，你们会拥有你们的坚持哦。可能在某些时刻，你看着这些走捷径、投机取巧，或是用一些小聪明，甚至是不道德的方法的一些人，他好像真的跑到你的前面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啊，可能也不是嫉妒，而是在想说，好，在这个讲求效率、讲求精算的时代，像我这种老实的，甚至是可能有一点笨，然后默默的守着本分的人，真的是有价值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啊，因为你们的灵魂深处是有一种洁癖的，你们并不是不知道那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在哪里，可是对于那些需要去牺牲良心，或是需要去做很多算计的这种事情啊，其实你们觉得不适合，而且你们会觉得很累。那你们可能试图在避开的能量，反而就是这种计算跟投机取巧。就像这个宝剑七啊，哇，这个人他在黑夜里面偷偷的偷了5个宝剑走，然后拿了这个最珍贵的这个战利品，可能就是你眼中那些很精明的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很会算，然后算准了什么时候要进场，什么时候要抽身，他们的人生啊，好像就是一个完美的试算表，然后精准的去切入每一个热门的赛道，精准的去做一些，比如说打通关的一些事情，或者走后门的事情。那你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要让自己变得社会化一点，变得精明一点？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就是拿不住那种飘忽不定的东西。你们所想要追寻的，不是一种瞬间的爆发，而是一个长久的心安理得，长久的安定。好。但宇宙想要跟你说，有时候太会算的人啊，往往只看得到眼前，或是因为太追求赢在当下，而失去了最后守到最后、赢到最后这个能力。而你们呢，金币七，虽然你的果实长得慢，但是你可以待得久，在这片果园，因为你们的这个根扎的比谁都深，所以呢，宝剑七的人，他就算赢得了一时，他们可以赢得了最后吗？这一组的朋友啊，也许过去你经历了一段自我怀疑的阶段，你觉得自己慢，你觉得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甚至是你们被困在某一种悲观的惯性里面，对于生活有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无力感。可是其实宇宙想要跟你们说你们的老实，你们的守本分，其实是你们最大的一个护身符。因为你们不投机，所以呢，你们避开了那一些很会算计的人，最后可能会撞上的墙。因为你们耐得住寂寞，所以大家能够承接接下来命运给你们的大礼。这几年呢，虽然你走得很慢，但是你每一脚踩下去都是踏实的。虽然你们活的可能觉得有些辛苦，但绝对是非常有尊严的。而且在2026年呢，土星、海王星在牡羊座合相，大家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能量点哦，它是一个时代氛围的转向，一种社会情绪的循环哦。可能过去几年呢，我们整个世界都追求的是一种像宝剑七的这种快节奏啊，谁会计算，谁能够抓住这种短期的一个流量或是泡沫。
谁反应快，谁就是赢家，谁可能就会先被看见。许多人就会依照这个路径去追逐结果，一个快的结果，想要用最短的路径去换取最大的掌声哦。可是呢，2026年这个星象啊，它隐喻了一场幻灭之后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靠那些精算、投机堆叠出来的一个虚火，它熄灭的时候呢，整个社会的氛围会转向去渴望一种真实跟安定。因为过去这种快节奏走了久之后，其实人心是会疲乏的。这些表面的热闹逐渐散去之后，人们开始看见，这个捷径之后其实是华而不实的，其实是有很多空洞的。所以整体的社会氛围啊，它转向另外一种需求哦，大家渴望开始看见一种稳定的价值，以及去寻找一个能够长久依赖的人，想要去寻找可以信任的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呢，你们过去这种像金币器一样长期耕耘的专业跟人品，会变成是最稀缺的资产。你们的高光时刻来到，其实整个社会对于诚实、对于长期价值的一个集体的回归哦。大家知道吗？海王星代表的是理想、幻想、泡沫跟投射，土星代表的是现实结构、责任和检验。两者一相遇，就代表说过去所有的幻想都要接受现实的考验，理想快要落地成型了，那些虚浮的东西要开始被淘汰了。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啊，这样子的时代背景哦，对你们特别的有利，因为你们一直像金币期一样默默的耕耘，默默的等待，愿意把事情做好，即使过程慢一点，你们也没有选择放弃良心去走偏门。所以当整个环境开始重新重视稳定跟信任的时候，你们的价值绝对会被看见。好，以上啊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你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讯息哦。我们接下来迎来的这一张牌是圣杯六。好，圣杯六一出现的时候啊，其实我连接到的是一种很纯净、很温柔的感动。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心中有一种善良，这个善良是这个时代真的很稀缺的一个，我觉得很珍贵的资产。我相信在你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时刻，你们明明可以做一个更聪明的选择，或是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但是你最后却选择了善良的选择。比如说在职场上，你并没有把这个出错的同事推下去，或是就是去告他的状啊，或是在他背后捅一针，可能你会善意的选择不说，或是默默的帮他补救，或者是当你身边的人都在讲求利益的连结的时候，你们愿意留下来去陪伴你身边一个失意的人，去帮助一个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好，在别人的眼中啊，可能会觉得你们很傻，你们不懂得争取，或者说你们在做一些没有这种回报的事情。可是呢，在圣杯六的能量中，这个叫做灵魂的存款哦。大家看一下牌面中啊，这个天使啊，守护天使，自己的守护天使，其实呢，在把很多的圣杯留给正在祈祷的这个女孩哦。这是一种能量的回流，因为过去的你们为现在的你种下很多的福报，那些不计报酬的付出，那些你觉得可能早就已经消失在时间的一个善意里，其实它并没有不见。你们第一波的高光时刻，就是来自于过去善缘的一个回馈。像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在接下来3到6个月发现某一个可能你以前很多年前帮助过的人，或是某一个你曾经随手种下的因，他们会突然以一种贵人的姿态出现哦。他们可能会带给你一个你完全没有想过的转机，或者是为你说一句很关键的话。
这种回报啊，它都不是精算可以算出来的，而是因为大家的灵魂频率一直维持在这种单纯的善意里，所以这些美好的能量终于在时间的流转之后呢，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大家不需要去羡慕那些很精明的人，他们靠着算计别人得来的这些好处，也会因为被别人算计而失去。而你们靠着圣杯六这份真心留下来的是命运给你们的一个没有人可以抢走的馈赠。好，那另外这边想要跟大家说，你们的高光时刻会出现在哪呢？你们的高光时刻会出现在，比如说过去你已经辛苦耕耘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默默的重复的做的这件事情哦。好，那同时啊，也要跟大家说，你们的高光时刻在于往内走，就是你过去一直默默累积的事情，或是你现在老老实实的重复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到极致之后，自然而然呢，它会产生一个回流跟回馈哦。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哇，我们的回馈是什么？明显的就是厚积薄发之后啊，换来的一个是命运给大家实质的一个金钱上的一个补偿哦。如果说圣杯六是情感的回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金币九啊，哇，就是非常这个果实累累的一个金币哦。我觉得你们的高光时刻是奠基在一个底气十足的这个很厚实的一个金钱数字上的。你们之前的慢啊都是在扎根，你们之前的不投机啊其实都是在避雷，你们不会去追求那些很像泡沫一般的快钱，你们所累积下来的每一分资产，每一项技能都是扎扎实实的，很有累积成你现在的一个底气哦，所以我看见你们终于达到了一个你可以自在说不的一个状况，你可以去拒绝，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底气，你可能会发现，哇，你的资产、你的专业资历，或是你一直以来守护的那个小天地，已经悄悄的达到了一个复利效应。你不需要再依附于任何人的脸色了，你不需要再去参与那些令你觉得很反感的一些社交圈或是活动哦。而且这种高光啊，是从你内在长出来的繁荣。当宝剑七的人，他们还在为下一个赛道去焦虑，或者是还在深夜里面去进行一些算计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像星币九一样，你看一下金币七到金币九，你已经可以在你自己的果园里面悠然自得哦。这个就是大家你们最终可以赢得很久，而且可以赢得很优雅的一个礼物跟验证哦。好，接下来呢，再看到下面的牌哦，蝴蝶跟雪滴花哦。好，雪滴花是一个很特别的植物哦，它不会在春天的时候跟其他花去争奇斗艳，它反而是在寒冬的时候独自去绽放的一个花朵。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并不需要跟随主流的节奏哦。很多朋友30几岁就很焦虑，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在30几岁就结算他人生的一个成绩单哦。但是你们的成绩单呢，是就像雪滴花一样，可能呢会出现在一个大家都觉得环境不好、时机不对的时候，你身边那些聪明人呢，可能会因为市场波动感到恐慌、惶恐，或者是因为恐惧啊、退缩、乱冲等等的。但是这个时候啊，你们这种不变的定力反而会去展现你的价值哦。蝴蝶呢，代表的是一种转化的能量。你们过去几年呢，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累，那是因为啊，你们正在茧里面历经了异化跟重组，所以你会觉得痛，所以你会觉得窒息，是因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啊，正在脱离那个必须符合某一种社会期待的旧壳。好，你们不再试图的往精明这边去靠近，你开始彻底的接纳，你就是一个追求心安跟稳定的人。这个时候，你们的翅膀就长出来了。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
会发现自己的命运就在某一个最冰冷的雪地里去开出最纯净、最漂亮的花。接下来大家的春天就要来了。下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鹿跟叶脉哦。这一张牌在说什么呢？在三维的世界中啊，我们强调劳动跟回报，对跟错。所以在三维的逻辑中啊，也许第三组的朋友啊，因为你们坚守金币七的这个本分，你们活得很累，就是你会觉得要流汗才有收获，要正直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种坚持啊，在充满竞争意识的三维社会中，你会觉得受挫，你有点像是好像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角，一个社会期待，一个道德的框架，然后在这个寒风中去寻找一点点的叶脉，就是生存的一个报酬。可是你会发现哦，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他是完全没有一些道德的框架，就是他没有底线，他会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好像有些东西啊就被他们抢走了，好像你们这个老实守本分的这个依照良心的做法，反而成为落后的，或者是说反而成为这种资源上的一个弱势。这张牌呢，这边写着 healing 治愈哦，这一张牌的能量在帮助大家脱离一个三维的受害者意识哦，这个是大家要愈合的伤口，就是因为我太老实了，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这样子的念头哦。当你还在计算说谁赢了谁，谁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其实大家还被困在一个三维的竞争的频率里面。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有的时候善良啊，就不是为了要换取回报，是因为你的灵魂本质就是优雅的，所以请你放下心中任何一点点这种老实人的一个委屈哦。当你放下之后，你就拿到了通往四维时间流的一个门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浣熊跟玄灵木。这张牌呢，我们进入到四维的一个时间流哦。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在四维的视角里面，你们过去所累积的善意，好，我们的圣杯六并没有消失在过去哦，而是在当下的时空里不断的震动。这只浣熊啊，它本身的这个好奇心哦，就是大家一个四维的感知力。所以呢，为什么你们的高光会出现？因为你们不再死守着一个三维的，比如说勤劳的逻辑，而是转而像浣熊一样去观察时空的缝隙。你们会发现哦，转机无处不在耶。所以这张牌也是在练习大家的一个共识性。你会突然在某一个就地，圣杯六这边遇见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尘封已久的想法，突然接通了现有的一个技术。浣熊在树上的探索，就是在教大家如何在快速变动的一个年代，不靠蛮力，靠着对品去捕捉那些隐藏的出口。所以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当大家学会了这种灵魂的视角之后，你们就不会再被外在的这个混乱吓坏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到了 Balance 这张牌哦。这张牌啊，大家已经完成了五维的一个升华升级哦。五维世界啊，它是一个意识决定实相的维度，在那里啊，不再有精算，只有显化。大家看一下这只由猫变成的蝴蝶，它很轻盈的坐在百合花上，这个是一个最高级的胜利哦。你们不需要再像三维的人那样拼命的算计，因为你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与宇宙合流的状态。在五维的视角里面啊，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丰盈的，你们的高光时刻就在这一刻降临哦。你可能依然在做着你那份老实本分的工作，依然的去重复，依然的不想要去偷鸡摸狗，或者是去违背良心。
但是你的内心不再有匮乏感，同时啊，金币9的这个从容优雅跟底气，也让你能够去跳脱原本竞争跟算计的一个低频，你不用再去计算命运、计算人，命运反而会把一个最轻盈，同时又是最丰厚的礼物送到大家的眼前，送到大家的一个面前哦。好。成长 Rose 这张牌非常的美耶，画面中的透明的小猫咪啊，它正在点示着一个爱心红心哦，温柔的心。好，整张牌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能量，周遭开满了像云朵一般的繁花。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高光时刻本质上就是一场能量的质变。对于一个总是很务实啊，不擅长去就是走捷径的人来说，你可能常常觉得哇，我看不到尽头，我很疲惫。我在一个领域中待了那么久，什么时候轮到我去出头天？我在一段关系中默默付出了很多年，可是觉得自己可能卡在原位，或是对方都没有去重视。这张牌想要给你的解答是说，其实成长它并不是总是直线上升的，它有时候会像是植物在土面之下、土壤之下，你可能已经安安静静的长出了很发达的根系。现在呢，就是能量要冲破这个土壤层，全面绽放的时刻。你们的高光时刻往往会有一种就是很顺畅的自然而然的时间感，你会发现哦，过去那些让你卡住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难点，或者那些让你觉得很纠结的人际阻碍，或者一些法律啊，或者一些行政的一个流程，好，这些啊都不再是问题哦，因为你们的能量体积已经长大到足以去包容这些小障碍的程度。你会发现哦，你身边的人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尊重的眼神看你，这个不是你争取而来的，而是你长出来的。这一组的朋友啊，你过去的每一分坚持都在为这场繁花盛开提供养分。当高光时刻到来的时候，你们会惊讶的发现，哦，原来我拥有这么强大的创造力跟爱，这个是一个我不需要向谁去证明的强大，因为你们手中的红心就是你们最纯净的一个动力的泉源哦。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很重要诶，是关于你们的一个信心哦。这也是宇宙的彩虹要送给第3组的朋友，给你们的一个加冕，更多的红心出现啦！长着翅膀的小猫哦，好可爱哦！它在彩虹下温柔的亲吻红心。这张牌是一个神圣的加冕的感觉哦。你们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个是可能是一份迟来的，但是它绝对是无比灿烂的一个宇宙给你们的回馈跟礼物。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在过去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都是奖励那些好懂心机的人、有小聪明的人，或是做坏事的人、违背良心的人，有时候好像结果看起来是如此，但是这张牌出现绝对是要粉碎大家的这个疑虑。彩虹代表的是一个契约，它是老天爷对你的承诺。你们的高光时刻往往会伴随着一个让你觉得哇奇迹发生的瞬间，可能是你投出去的履历被看中，进入到梦想中的公司，或者说你的坚持终于让你在这个领域中大放异彩。好，这张牌揭示的时间点很明确哦，就是大家你感到内心最平静，甚至开始学会跟不确定共处的这个时刻，这一道彩虹就会出现，因为它是一个信心的跨越。当高光时刻到来的时候，会彻底扭转你的价值观，让你之后就会深深的相信，只要我守住这份初心，宇宙自然会为我插上翅膀。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再被自己过去的受害者意识受困了，那些辛苦不是惩罚，
当你通过这场关于信心的测试之后啊，你所迎来的这个高光时刻，它是一个持久性的。过去那一些人，他们靠着投机取巧得来的光芒，它只是闪光灯，很快就会熄灭。但是你们的最后这张牌啊，这个光芒它是一个彩虹，它象征着雨过天晴之后，你跟你的命运达成了一个更高等级的盟约。你会发现，原来信心、信任、相信、信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最强大的复利的工具。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哦。然后啊，还没有加入蜜雅线上塔罗课程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想要给自己的人生啊有一个翻转的机会，或是不一样的可能性的话，都很欢迎加入这门课程，一起在灵性学习的道路上成长。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